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美国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外国轰炸过的地方。同时啊，这片土地还承载着一个讲述着人性的复杂与美好的小故事。要想弄清楚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要把时间往回倒到1942年的9月9日。1942年9月9日清晨，一艘悄然驶进美国西海岸的日本潜艇从甲板上弹射出一架 E-14Y 盟军代号为格伦的小型水上飞机。这架由藤田信雄 Nobuo Fujita 驾驶的侦察机，携带着2枚总重约340磅、154公斤的燃烧弹，向下方俄勒冈州南部茂密的森林飞去。藤田的任务代号为守望空袭，企图通过引发森林大火来袭扰美国本土。二战时期，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尚属美国领地，而并非本土州。而这次针对俄勒冈州的轰炸，也成为了二战期间乃至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成功实施针对美国本土的空袭。珍珠港被袭9个月后，美国空军曾对东京发动杜立特空袭作为报复。如今藤田奉命以牙还牙，但那时没有人会知道，这2枚几乎没能烧起来的燃烧弹，在未来会炸出来一个完全颠覆战争逻辑的故事。藤田信雄出生于1911年日本大分县，1933年正式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1942年时，藤田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机飞行员，曾多次执行远程侦察任务，包括飞越悉尼港、新西兰和阿留申群岛等地收集情报。据记载，在1942年春夏之交，日本海军派遣潜艇部队沿太平洋东岸活动，藤田所在的1号第25潜艇正是其中之一。6月下旬，125号潜艇还曾炮击俄勒冈海岸的史蒂文斯堡，成为1812年战争后首个炮击美国本土的外国军舰。然而，军部的野心并不止于一次炮击，他们希望以更加冒险的方式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慌，点燃西岸大片森林，来破坏木材工业，并牵制资源与兵力，让美国后院起火，迫使美军从太平洋战场抽调力量。清晨时分，藤田的水上飞机在俄勒冈州海岸线上空盘旋，在厚厚的晨雾掩护下，这架速度并不快的小飞机几乎没有引起防空警报。到达预定位置后，藤田投下了2枚燃烧弹，一枚落在了艾米丽山 Mount Emily， 另一枚弹着点不详。随着2声闷响，山林间腾起些许烟雾。然而让藤田没有想到的是，昨晚的一场雨让森林变得异常潮湿，燃烧弹在树冠中炸开后，只引燃了些许火星，并未形成预期的大火。当时负责山林瞭望的护林员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 在艾米丽山的瞭望塔上看见了林中升起的烟雾，并通过无线电向调度中心报告。随后，他和另一名林务局的瞭望员被指示前往现场调查。由于地面潮湿，加上火势极小，几名林业局人员很快就将火势控制并扑灭。调查中收集到的大约27公斤、约60磅的炸弹碎片，随后交给有关军事调查人员作为现场证据。藤田安全返回潜艇后，125随即下潜。然而，美国军方已经察觉到异样，美军的一架巡逻机不久后就发现了125的踪迹，并对其展开攻击。潜艇紧急下潜至俄勒冈海岸外的海底藏匿，几颗深水炸弹在附近炸开，不过仅造成了轻微损伤。3周后的9月29日，藤田再度执行了第2次空袭任务。这一次，他们在夜幕掩护下，从更北边的布兰科角灯塔附近起飞，向内陆飞行约90分钟后，投下2枚燃烧弹。藤田声称在远处看到地面有火光升起，但美国方面并无官方记录，可见这次空袭依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破坏。至此，125号潜艇携藤田空袭美洲大陆任务告一段落。由于森林过于湿润，火种乏力，这2次航空纵火行动未能达到让美国疲于应付的目的。完成第2次空袭后，125号潜艇奉命返回日本本土，在途中却并非一无所获。10月初，在驶往日本的途中，125抓住战机，向盟军航运发动攻击。他用鱼雷击沉了美国的 SS 卡姆登号以及 SS 拉里多赫尼号邮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25还误沉了一艘苏联潜艇 L-16。当时这艘苏联潜艇正从阿拉斯加的荷兰港驶向旧金山进行盟友间的交易，日本舰长误以为那是美国潜艇而开火，将其击沉，导致苏联艇上约50名官兵遇难。此时日本和苏联并未宣战，这起意外攻击也成为二战中日苏关系史上的一段公案。就这样，125号潜艇一路潜行，带着略显讽刺的战果反抵日本。藤田信雄回国后，因成功完成了对美空袭任务而一度被视为英雄。他继续在日本海军担任飞行员，主要执行海上侦察等任务，并获着升军衔。1943年，藤田调任鹿岛海军航空队任教官。到了1945年初，随着日本战局恶化，为响应玉碎号召，34岁的藤田加入了神风特工队。他被派往川南航空队训练自杀式飞行员，甚至准备亲自驾机执行最后的特工任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藤田最终未能等来他的自杀出击。同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藤田在复员前夕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
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战争结束后，藤田受到了航空公司和自卫队的工作邀请，但他全部拒绝了，并表示他再也不想飞行了。藤田信雄回到了平民生活。据记载，他在日本茨城县开了一家五金店维持生计，生活的清贫与战争的阴影始终伴随在他左右。时间来到1962年，此时距离藤田轰炸布鲁金斯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远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的那个小镇，居民大多早已将当年的小插曲遗忘。由于日军空袭并未造成灾难性后果，甚至很多布鲁金斯小镇的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这段故事。直至有一天，当地青年商会的成员在翻阅旧档案时，意外重新发现了藤田空袭布鲁金斯的历史。他们被这段尘封往事深深震撼，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何不邀请这位当年的日本飞行员重访布鲁金斯呢？也正是在同一年，1962年4月，藤田经营的五金公司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大平正方希望尽快与您会面。在吃晚的高档餐厅，大平正方开场白如下：我们已通过外务省将您的身份告知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和虐待战俘，美国民众对日本士兵仍然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此外，您是唯一一个轰炸过美国本土的日本人，如果您前往美国并遭到报复，日本政府将无力保护您。藤田先生，即使您前往美国，日本政府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介入。与大平正方会面后不久，藤田收到了一封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信函。信中写道，自美国对外开放以来，从未允许外国敌人入侵。在日美战争期间，您打破了这一历史记录，单枪匹马突破美军严密的雷达网络，入侵美国本土并投下炸弹。您作为敌人所展现的英勇行为令人钦佩，我们赞扬您的英雄壮举，并希望进一步促进日美友好关系。战后，藤田再未向别人提过战争的故事，连他的家人甚至一直不知道他轰炸过美国本土。直到1962年，他突然宣布自己受邀前往布鲁金斯，要去进行一次回访。1962年，美国正处于战后缓慢修复与重建外交关系的时期，但二战在普通民众心中所留下的伤痕尚未完全愈合。藤田受邀前往布鲁金斯的消息一出，在小镇上引起了激烈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善举，是促进理解和国际友谊的机会。但是镇上还生活着不少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很多人亲身经历过硫磺岛登陆，目睹过神风特工的惨烈，他们对昔日敌人依然心存怨恨。即便如此，布鲁金斯青年商会的成员们依然坚持认为邀请藤田是正确之举。1962年战后，藤田第一次造访布鲁金斯时，随身带着藤田家族400年历史的祖传日本武士刀。整个战争期间，甚至1942年他在布鲁金斯投弹的时候，这把刀一直在他身边。此行，他将武士刀赠予布鲁金斯，作为对自己当年行为表示歉意的象征。藤田的女儿浅仓优里子 Yuriko Asakura 后来回忆说，父亲当时想，也许人们还在生气，甚至会向他扔鸡蛋、扔石头。如果真的那样，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希望能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起责任，于是打算用切腹的方式谢罪。让藤田意外的是，等待他的并非是想象中的白眼和抗议，而是市民们礼貌的笑容和友好的握手。在镇子上杜鹃花节庆典上，藤田作为特别嘉宾受到了尊重的礼遇，市长亲手将城市的钥匙赠予他，以表达接纳之意。藤田还在活动中登上了一架小飞机，重新飞临了当年投弹的艾米丽山上空俯瞰。仪式的高潮，藤田郑重地将他带来的那把武士名刀奉送给布鲁金斯市政府，作为永久的和平象征。一位在场的本地历史学者后来感叹，试想如果是我，是否能舍得将家传400年的至宝就这样送出去？藤田此举真是一种深沉的忏悔和善意。在临别的欢送会上，藤田郑重承诺说，今后我想要邀请布鲁金斯的小孩来日本做客，让我们的友谊继续到未来。藤田返回日本后不久，将公司社长一职交给了儿子，但后来公司却遭遇诈骗，在1979年破产。但这位朴实而执着的老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为了攒钱资助美国孩子访日，藤田通过旧日本海军的人脉，在双叶电子公司找到了一份生产电线的工作。在67岁高龄时重新进厂做工。据传每周工资只有130美元，一周工作6天，平时只穿工作服，每个月只消费2-3本书作为娱乐。最终6年之后，1985年，藤田在他73岁时兑现了诺言，邀请了3名布鲁金斯高中生及家人参观了日本1985年筑波式博会。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又先后在1990、92和95年3次重访俄勒冈州。1992年，已经81岁高龄的藤田第3次来到布鲁金斯，这一次他特地前往当年的投弹点，在那里栽下了一棵海岸红杉树作为和平之树。1995年，布鲁金斯新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藤田又专程赶来参加揭幕仪式。他捐出1000美元款项给布鲁金斯的公共图书馆，用于购买增进两国文化了解的书籍。藤田希望图书馆的新书能够让更多美国读者认识日本，理解东方，以减少偏见和误解。同时，他将那把祖传400年的武士刀从市政厅移送至新图书馆的玻璃柜中永久展出。
1997年9月30日，85岁高龄的藤田信雄在日本茨城县的一家医院因肺癌病逝。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远在万里之外的布鲁金斯小镇再次给予了这位老人在意料之外的荣耀。市议会一致通过授予藤田信雄布鲁金斯荣誉市民称号。然而，证书抵达之日，也正是藤田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藤田未能亲眼看到这份特殊的荣誉，成为一生的遗憾。在日本神道体系中，为天皇作战的军人可被供奉于东京的靖国神社，那是军国主义最具象征的场所之一，至今仍是民族主义者集结的空间。然而，藤田的家人并不认为他的灵魂该归于那样的地方。在1942年，他确实曾遵从武士道，怀着为帝国尽忠的热情跨越太平洋，但他后半生的选择，一次次跨洋赴美，捐书种树，资助美国学生访日，为消除偏见奔走，说明他已经将他自己的武士道重新定义。1998年10月，藤田的女儿浅仓优里子依照父亲遗愿，带着部分骨灰远渡重洋来到俄勒冈。他沿着盘山小路徒步登上了艾米丽山，将一部分骨灰撒在了父亲当年的投弹点附近。藤田的灵魂将永远在这座他曾经轰炸过，却在后半生用行动去修复与偿还的山头上空翱翔。藤田信雄这位曾以敌机身份来犯的老兵，最终长眠在了布鲁金斯的群山之间。日本军国主义没有给他带来归宿，人性与和平带给了他真正的宁静。我们今天在布鲁金斯讲藤田的故事，不是为了美化二战，更不是为了洗白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为了替任何侵略行为找借口。日本海军飞行员坂井三郎曾是零式战斗机的王牌之一。战争结束多年后，他曾在日本时报上公开表示，战争从来不会让任何人幸福或富裕，日本绝不能再卷入战争。这话出自一位曾经拼命为大日本帝国而战的飞行员之口，比任何抽象的反战口号都来得更刺耳，也更真实。二战中驱逐舰雷1号的舰长大佛工藤俊作，在1942年爪哇海一带遭遇几百名英美水兵在海面漂流，他本可以按教范置之不理，甚至补上一轮机枪扫射，却在极其危险、随时可能遭遇潜艇袭击的情况下，下令全员救援，最终救起了440多人，把他们称为日本海军的名誉贵宾。在军国主义的逻辑里，敌人只是目标、战果，但在工藤的选择里，敌人首先是人，是落水快要溺死的人。而藤田信雄，他年轻时为军国主义效命，到布鲁金斯上空投下燃烧弹，后半生则是带着忏悔与愧疚，一次次回到同一块土地上，努力修复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他把家传武士刀留在布鲁金斯图书馆的玻璃柜里，让它不再象征杀戮，而象征和平。藤田信雄这一生本身就是对军国主义最有力的否定。3个来自同一时代的日本军人，却在战后分别走向了同一个结论：真正的荣誉不在军国主义的口号里，而是在怜悯、人性与和平的选择之中。愿这把刀所代表的和平与友谊之意长存人间。